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要聚焦一场引发两岸广泛关注的特别之旅。一个来自台湾，以直球对决著称的网红，再度将镜头对准了大陆。而这一次，他选定的目的地是深圳，这座被誉为无人机之都，汇聚了硬核制造与众多平台巨头的科技城。从海上世界的浪漫风情，到华强北的科技喧嚣，从大疆旗舰店的震撼体验，到某些机密参访的神秘，再到腾讯总部门口的小插曲，这趟全程零滤镜的直播，如同投入舆论之湖的巨石，迅速掀起波澜，冲上两岸热搜，也将信息茧房与舆论撕扯的现实，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眼前。第一章，这位馆长为何每一步都牵动两岸？先和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位主角。馆长本名陈之汉，在台湾可是资深健身从业者，同时也是资深主播型网红。2025年6月，他首次踏上大陆进行直播，那可是6天5夜，全程移动实拍，没有脚本，就直接对着镜头，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原汁原味地输出给观众。几组数字足以让人对他的影响力侧目。行程收官的时候，多家媒体报道观看数据一路飙升，峰值同时在线人数被多篇稿件标注为43万。而且他这种自费、自发、无脚本的叙事方式，被两岸媒体当作是能够穿透滤镜、展现真实的一个样本。2个月之后，他把二访的地点定在了深圳。这个选择其实并不让人意外。深圳这里聚集了无人机、机器人、新能源车、自动驾驶等一系列感知度极强的产业。这些产业自带话题与震撼效果，最容易在镜头里完成那种能直击人心的震撼性对比，自然也就成了馆长展示大陆科技魅力的绝佳舞台。第二章，行程复盘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下面咱们详细复盘一下馆长在深圳的这几天行程，看看他到底都看到了什么。第一天，他的行程从海上世界开场，那浪漫的海滨氛围瞬间抓住观众眼球。接着来到大疆欢乐海岸旗舰店，在这里他上手体验各种先进的无人机产品。大家想想，那些小巧却功能强大的无人机，在他手中展现出的科技魅力，怎能不让人惊叹？晚上，他来到人才公园，观赏夜间无人机编队表演，他当时就忍不住感叹，第一次看无人机表演，太壮观了。这条路线的设计感很强，巧妙地将旅游与科技结合。作为开胃菜，镜头一摆，那种震撼人心的情绪瞬间就到位了。第二天，行程重点转向企业类参访，他走进了腾讯、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相关企业，深入互动体验。而且在行程中，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街头，他持续用价格、体验、渗透度这样的对比话术，强调消费可得性与竞争拉动。比如，他可能会对比同类型产品在台湾和大陆的价格差异，以及在大陆市场上产品的普及程度和用户体验。同步报道指出，他在深圳多次称赞大陆在无人机等领域已到世界前列，还把学习、取经、差距这些词当作关键词反复提及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陆科技发展给馆长带来的巨大冲击。到了第3天和第4天，深圳继续科技游，他在华强北电子世界刷街，这里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，各种新奇玩意儿让他应接不暇。还有低空交通、直升机体验以及无人机外卖等极具吸引力的内容。这些感知性强的体验进一步强化了科技可触达的叙事风格。这些题材简直就是直播剪辑的宝藏，最容易出圈，吸引大量观众的目光。第3章，零滤镜的传播效应，谁在观看，为何共鸣？这场零滤镜直播究竟产生了怎样强大的传播效应，又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呢？其一是第一人称的沉浸感。大家想想，直播不是在棚内空谈观点，而是跟着馆长走街串巷，通过他的主观镜头，
我们仿佛身临其境，抬头就能看到深圳壮观的天际线，转身可能就会遇到无人车在街道上行驶，掏手机就能轻松扫码消费。这些可验证的日常细节无比真实，大大削弱了传统舆论场里那种空对空的对骂。在6月沪杭行的时候，不少稿件就称其零脚本，移动直播的方式引爆了岛内讨论。而这次深圳行延续了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证据链，让观众更有代入感。其二是数据与光影的双重说服，比如说无人机编队与灯光秀在夜色中上演，那可不是靠抽象的表述，而是靠像素点密密麻麻的密度，还有整齐又变幻莫测的编队队形，直接给人带来强烈的感知重击。相关报道与二次创作的视频迅速在网络上扩散，形成了一个可复制、可二创的流量飞轮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。其三是对照式叙事，车价、补贴、路况、终端覆盖率，这些具体指标构成了眼见为实的对照。这种对照在岛内与大陆网友中都激发了各自的情绪与讨论，有人因此刷新想象，对大陆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但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样板路线，是不是被安排的真实。不管怎样，这种争议也让这场直播的热度居高不下。第4章，争议剖面，口误被带节奏与媒体共振。在深圳行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那就是在腾讯总部参访时，馆长出现了一个口误梗，把微信支付说成了支付宝。这看似一个小小的口误，却成为了岛内绿媒与大陆网民同场围观的段子。就像所有出圈事件一样，这个小口误被无限放大，成为了立场、知识与专业的检视窗口。有的人拿它当笑料，觉得挺有意思，但也有人把它视作真诚无修饰的证据，认为这恰恰说明馆长的直播没有刻意编排。与此同时，官媒与门户的高频报道也让馆长深圳行拥有了更强的议程摄制效应。有的文章强调打破长期误读无滤镜体验，也有媒体在标题中直接把震撼第一之类的形容堆到最前。从传播层面来看，这其实是官方、市场、网红3股力量的同频与共振，共同推动了这一事件的广泛传播。第5章，深度揭破，这场深圳样本课真正改变了什么？这场深圳样本课看似只是一次网红的直播之旅，但实际上它在很多层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第一，信息茧房被击穿，但不等于真相唯一。馆长的第一人称直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转述失真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，直播依然存在取景框选择的问题，他选看什么，何时切镜，在哪里停留，这些都会影响最终呈现给观众的结论。6月沪杭行的爆红数据，以及二访深圳的高能节点，确实撬动了岛内外很多人的想象力。但对于系统性认知而言，它更像是一个样本课堂，而不是全面的全量统计。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这一次直播，就对大陆或者台湾有一个绝对的认知。第二，科技感知的政治外溢，像无人机、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国产新能源车这些摸得着的产品力，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压倒抽象的政治口号。在相关报道中，围绕大陆科技领先、台湾需取经的表述高频出现，进而引发了岛内的政策与产业讨论。这其实是一种从消费端向观念端的反向渗透。普通民众通过接触这些先进的科技产品，开始思考两岸在科技发展上的差距，以及对自身生活和未来的影响。第三，媒体生态的共谋与对冲。在大陆，一部分媒体将其作为民间交流的样板，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报道，展现两岸交流的意义和价值；而在台湾，泛绿媒体则更愿意捕捉口误冲突点来稀释其说服力，试图淡化这场直播带来的积极影响。不同叙事并行不悖，构成了跨平台的竞争性框架。观众越是站位鲜明，就越可能被算法推送进各自的舒适区，进一步加剧了两岸舆论的差异。第四，
商业动机与公共表达的交叠，越是可感知的科技场景，越容易完成出圈加变现的闭环。从长时直播到切条再分发，最后实现带货、赞助、品牌曝光，深圳的产业密度与可拍性极高，天然适配这一闭环。这种内容、产业、平台的协同，也是深圳被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馆长的直播既满足了观众对大陆科技发展的好奇心，也为一些商业合作提供了机会。第五，政策视角、民间交流的活水。6月首访后，涉台部门在例行发布会上明确表达了欢迎台胞来大陆体验的态度。8月的深圳行，相关机构与媒体也持续跟进。民间路径越丰富，就越容易在观念松动层产生长期影响。但能否沉淀为制度化、常态化的交流，还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，需要两岸共同努力。第6章可核查的关键片段，下面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次直播中可核查的关键片段。深圳首日路径与无人机表演，从海上世界到大疆旗舰店，再到人才公园夜间编队，多家媒体和账号都进行了同步记录，大家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去查证，看看当时的场景是不是真的那么震撼。企业参访与科技之都表述，在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腾讯走访等方面，多元报道交叉出现，不同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，相互印证，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馆长的企业参访之旅。口误争议，岛内与大陆媒体均有报道与二次创作，这个小插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通过不同媒体的报道，我们可以看到两岸民众对这个事件的不同看法。6月护航行的观看峰值叙事，多家稿件只认高并发、破纪录等标签，这些数据都能在相关媒体报道中找到，证明馆长直播的影响力。舆论定性与无滤镜提法，不同立场媒体都出现了打破滤镜、真实穿透等关键词，这也反映出这场直播在打破两岸信息隔阂方面的重要意义。第7章给观众的核查清单，最后给大家一份核查清单，帮助大家更全面、客观地了解这次事件。看一手缘，大家可以回看完整的直播日更，包括华强北、无人机、直升机、企业参访等内容，而不是只看剪辑过的片段。完整的直播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节，更真实地感受馆长的行程。看多侧报道，同时阅读不同立场媒体的报道，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、大陆与台湾门户电视台的报道。通过交叉验证时间线与措辞，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事件全貌，避免只听一面之词。对比可测指标，像车价与配置、无人机渗透率、城市公共服务可达性，这些都能找到客观数字与体验样本来比照。通过实际的数据对比，我们能更理性地看待两岸在这些方面的差异。我们不给结论，只给方法。馆长深圳行之所以在两岸激起回声，不是因为某一句豪言壮语，而是因为现实的可触达。你能去，你能看，你能拍。信息茧房最怕的不是立场不同，而是你从不去验证。世界眼，深度，我们下期见。